被发现后，他只哭着说自己是开玩笑，不知道我真的会喝。他跪在地上哭诉，愿意入府为妾，生下的孩子都给我抚养。宁王劝我要大度些，如今无需我生养，他替我生孩子，我还有何不满意？从此我成了绝嗣的王妃。小青梅与宁王在王府恩爱非常，生下2儿2女。圣经中人人只知柳侧妃，不知正妃是何人。我在后宅中郁郁而终。宁王和小青梅端着药碗站在我床前轻笑：姐姐，你占了这些年正妃的位置够久了，若不是需要你父兄的兵权扶殿下上位，怎么会容你做正妃之位？应许我后日便要封为太子，这太子正妃只能是婉儿，你还活着的话，让婉儿怎么办？我被灌下毒药，死在了宁王册封太子那天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成亲那一日，请王爷王妃喝合卺酒。我看着眼前的酒杯，那刘婉真是心急，吓得要连粉末都未擦干净，眼中闪过一丝冷意。我不着痕迹地端起萧玉涵的酒杯，把我的推给他。妾身想与殿下饮交杯酒，听说夫妻兑换才能长久，对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才能长长久久。萧玉涵举起酒杯，与我一口饮尽合卺酒，旁边的亲眷纷纷起哄叫好。酒杯还未落下，便有人从外面推门而入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快就把合卺酒喝了？是刘婉儿。她一身娇媚的妇人打扮，看着我酒杯里空空如也，捂着嘴做惊讶状，眼里顿时含出了眼泪。随后一脸惊恐看着萧玉涵：殿下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作弄一下王妃。民间都有闹洞房的习俗，我只想开个玩笑，在王妃杯里下了药。我立马惊呼一声，脸色煞白：你是谁？你为何要在我酒中下药？众人面面相觑，有人上来劝说刘婉不该在大婚之日用下药这样的事来开玩笑。萧玉涵站起来护住刘婉，随后皱眉看着我：王妃，她是刘婉，是我乳娘的女儿，与我从小一起长大，性子骄纵了些，你不必在意。说完，他沉着脸看向刘婉：你来干什么？我说过今日大婚不可胡闹，怎么敢开这样的玩笑？不理会两人间的亲密模样，我只是冷着脸追问：刘小姐，你快说你在我酒中下了什么药？我身边的丫鬟这时反应过来，急忙惊叫着要传太医。刘婉扯着萧玉涵的袖子哭诉，说自己路过药铺看见有人在卖绝子药，觉得好玩便买了一些，想在洞房时吓吓我，让我以后温顺听话。他说本想在我们喝合卺酒前进来阻拦，可在外面摔了一跤，迟了一步，没想到我就把酒喝了。我捂着胸口跌坐在桌边，绝子药，这酒是皇上赐的合卺酒，你居然敢在酒里下药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来人，把他拖下去！刘婉尖叫起来，哭得梨花带雨，扑进萧玉涵怀里，说自己不是故意的，而且这个绝子药也不知真假，万一是假的呢？难道王妃就为这不知真假的药要打死我吗？萧玉涵轻护着他，看着我道出那番话，应许婉儿还小，只不过想开个玩笑罢了，他也不想弄成这样。你放心，你如今是我明媒正娶的王妃，就算你喝了绝子药，我也不会嫌弃你，这正妃之位就是你的。刘婉儿红着眼睛看着我，扑通一声跪下，流着泪哭道：都是自己的错，如今说什么都太迟了，愿意给我赔罪。王妃喝了绝子药不能生养，婉儿愿意入府为妾，生下的孩子都给王妃抚养，以补我的罪过。还真是跟上一世一模一样的说辞，可惜这一次我不会犯蠢了。我皱着眉厉喝道：你觉我子嗣便是谋害皇嗣，这是死罪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萧玉涵一把扶起刘婉，皱眉看着我：好了，婉儿也认错了，再说她不是存心的，今日是大喜的日子，难道你要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绝子要打杀她吗？正妃的气度你总要有吧，你如此斤斤计较，哪里当得正妃之位？她一脸振振有词，像是我在无理取闹的样子。我看着她一脸无所谓的模样，心中冷笑连连。上一世她也是如此，口口声声都是说我没有气度，斤斤计较。我当时忍气吞声，以为便是识大体，不料正中他们下怀，后面我自己过得如此凄惨。想到上一世自己的下场，我死死攥了攥手心，指着刘婉厉声道：给王妃下绝子药，如此这样轻放，宁王殿下觉得对我公平吗？被一个不知所谓的乳娘之女下药，把我定远侯府的面子往哪里放？如今事已铸成，你要如何？难不成你要打死他吗？他也不是故意的。新房的事闹得大，外面的宾客很快知晓。皇后娘娘派了贴身嬷嬷前来劝说，说姿势体大，刘婉的错她会罚。可今日是我和宁王大婚之日，事情不可闹大，这关系到皇家颜面。很好，针不扎自己身上，永远也不知疼。我仰脸看向萧玉涵，殿下真的认为，就算他下药也是小事？萧玉涵只顾着安抚受惊的刘婉，不耐烦地回我，便罚他将女则抄10遍，不许再胡闹。给王妃下绝子药，惩罚只是抄10篇女则，我简直气笑了。还好，这一世喝下绝子药的不是我。旁边的女眷有些心下不忍，小声安慰我，还是叫太医来看看。刘婉马上反对，说殿下大婚之日就叫太医诊病，岂不晦气？还是婉儿心细，不如明日再叫太医吧，也不急在这一时。我的嬷嬷气急，殿下，我们小姐可是你的正妃啊，如今被下药，连叫太医都要等明日吗？小姐，我们派人告诉侯爷吧，让侯爷和夫人给你做主。我再一次看向萧玉涵，殿下真的不愿意追究柳小姐的过错吗？我说了，婉儿只不过开个玩笑，过火了一些。她也说了愿意生几个孩子养在你膝下，你还想如何？你抓着一杯酒不放，把
把好好的大婚之日闹得不可收拾。你若不想做这个王妃，大可让位，有的是人想做，必不会像你这般任性小气。我笑了，轻轻抚过酒杯，我看向他，我小气，我这都是为了殿下，因为刚才喝我那杯酒的人是殿下你啊！我的话如惊雷炸开，萧玉涵脸色铁青，怒吼道：你在胡说什么？我指着他面前的酒杯，杯边还有粉末，触目惊心。刚才喝敬酒，我与殿下交换了酒杯，已是长长久久，殿下忘记了吗？我喝的那杯是你的，你喝的是刘婉下了绝子药的酒啊！刘婉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又看了看桌上的杯子，他一把抢过来，问萧玉涵是不是喝了这杯酒。萧玉涵脸色发黑，已说不出话来。刘婉尖叫起来，指着我大声嚷道：是这个女人，好狠毒的心肠！这杯酒本是她喝的，她为何要给你喝？她是故意害你。没错，这杯下了绝子药的酒本就是她给我喝的。上一世我喝了这杯酒，绝了子嗣，从此在绝望和痛苦中活着，凄苦地过完了一生。看着他们夫妻恩爱，生儿育女，而我们苏家为了萧玉涵付出了一切，父兄为了扶他上位，战死沙场，最后被他利用完后，一杯毒药毒死了我。上一世他劝我的话犹在耳边：映雪，你是正妃该大度些，如今无需你生养，婉儿愿入府为妾，替你生孩子，你还有何不满意？这一世绝子药是萧玉涵最爱的人下的，酒是萧玉涵喝的，我看看他还会不会像上一世那般宽容大度。想到此，我看着刘婉嘲讽道：你可知殿下喝下绝子药就是绝了皇嗣，你这是谋害皇嗣，是诛九族的大罪。我没有要谋害皇嗣，那要本是下给你的。我变了脸色，上前一步给他一个耳光，啪一声，清脆响亮。你给我下绝子药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可知我是宁王妃，你胆敢如此？如今绝子药被殿下喝了，你可知后果？萧玉涵跌坐在凳子上，大吼道：要马上叫太医！现在知道叫太医了。我心中冷哼，面上却捂住嘴开口。可殿下不是说大婚之日叫太医不吉利，明日才让叫太医吗？李嬷嬷早变了脸色，叫人快叫太医，把刘婉压下。谋害皇嗣，这是诛九族的大罪。我与宁王的洞房变得一片混乱，消息已传到了前厅，太医匆匆赶来，而闻讯赶来的还有我的双亲和兄长。我见到母亲，扑进她怀里，娘亲，爹爹，你们要为女儿做主啊！这个刘婉居然要给女儿下绝子药，宁王殿下还护着那个刘婉，说我气度小，不配妃位。如今那药却被殿下喝了，不知殿下身体如何，也许真的绝死了。我在母亲怀里哭得满脸湿泪，真好啊，双亲仍在，兄长也好好的。这一世我会好好护着我的家人，不会再让宁王伤害他们。兄长在一旁大怒，好一个不配为正妃之位，难不成被人下绝子药？我妹妹还要大度。宁王殿下说得如此轻松，如今要是你喝了，你还能说得出要大度的话吗？我妹妹堂堂定远侯嫡女，难不成被一个乳母的女儿下药还要忍气吞声？这姓柳的是什么金贵的人物？我们定远侯府可不受这份气。刘婉被压在院子里跪着，只惊得直哭，说自己真的不是要害她的，是苏映雪害她，是我让她喝了药。太医诊完脉，摇头说这绝子药药性极烈，这下药之人怕是下了重手，殿下怕是不能再有子嗣了。刘婉为了让我绝子，下的是最重的药量，无任何挽回的余地。宁王两眼一黑，差点晕死过去。绝嗣意味着什么？对皇子而言，意味着与那皇位再无缘，这绝对是他争储之路。我要杀了这个贱妇，然后又一把抓住我。映雪，还好有你陪着我。我一把挣开他的手，开什么玩笑？谁要嫁一个绝了嗣的皇子？殿下，刚才你说我不想做这个王妃，大可不做。我现在便告诉你，这个宁王妃我不做了。凭什么你的婉儿给你闯下的祸事，闹出的恶果，要我来承担？难道我们定远侯府就这么好欺负吗？兄长一把将我护在身后。没错，刚才说是给我妹妹下药时，殿下不但不追究，反而怪我妹妹无大家闺秀的气度。如今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，你倒是拿出些气度来才是。你可是皇子啊！萧玉涵脸青一阵红一阵。这时外面传来了皇后娘娘的声音，她疾步走进来。我的儿，这是怎么了？李嬷嬷上前将事情经过一一说明。皇后娘娘大怒，要将那刘婉给她杖毙。正在这时，外面传来宁王乳母的哭声，求殿下看在她的面子上，给婉留一条活路。刘婉也哭得死去活来，说自己与殿下青梅竹马，什么都不懂，怎么会害人？都怪苏映雪那个贱人，是我害了她。萧玉涵听得外面刘婉的哭声，又气又恼她下药，但又心疼她如此可怜，站在那里左右为难。皇后只一声厉喝，还不拖下去？什么贱婢也敢打皇子的主意！侍卫冲上前将刘婉拖走，她却立马尖叫起来：你们不能打我！皇后娘娘，奴婢已怀了殿下的骨肉，求娘娘饶命啊！此话一出，所有人都呆住了。萧玉涵猛地冲了出去，一把拉住刘婉：婉儿，你说什么？刘婉扑进他的怀里：殿下，婉儿已有了2个月身孕，这是你的孩子，你不要我们母子了吗？因为你说过只会让我生下你的骨肉，所以我才会在合卺酒里下了药。我不想别的女人生下你的孩子。殿下，婉儿只是太爱你而已，她犯下死罪，可如今宁王绝嗣，她便是宁王唯一的希望了。这下连皇后也不敢轻举妄动。萧玉涵看向皇后：母后，婉儿如今有了我的孩子，
这是我唯一的希望了，你不能杀他。皇后一个示意，由太医上前诊脉，果然刘婉儿已有了2个月的身孕。皇后长叹一声，看向我，宁王妃，如今事已至此，只能让刘婉儿进王府了。只要你同意，日后她肚子里的孩子便记在你的名下做嫡子抚养，你意下如何？我马上跪下，皇后娘娘，臣女与宁王尚未完成婚礼，成为夫妻，而宁王与柳小姐两情相悦，又因爱而生出事端，如今闹成这个局面，他又身怀皇嗣，臣女不愿意夹在宁王与柳小姐中间。况且他肚子里的骨肉是宁王殿下唯一的子嗣，他应该出生便是嫡子。皇后娘娘应该成全他们，让柳小姐做宁王妃。臣女自愿取消婚约，从此与宁王男婚女嫁，各不相干。双亲和兄长也跟着跪在地上，请皇后娘娘恩准取消婚约。萧玉涵没想到我会取消婚约，他怔怔地看着我，映雪，你为何要取消婚约？你是因为我不能生养，所以要离开王府是吗？我淡淡摇头，殿下，在刚才以为吃下药的人是我时，你处处偏帮柳小姐，是我这正妃如无物，如今她又有了你唯一的子嗣，我取消婚约不正合你意吗？萧玉涵摇着头，不，我不同意，你我已拜堂成亲，你已是我的宁王妃，我不会让你离开的。可是你还未成亲便与别的女人有了骨肉，嫡子未有，庶子便先有了，你将我苏家的颜面置于何地？我也嘲讽地看着他，殿下，若要我为正妃，我绝不可能接受这样的羞辱，除非刘婉将她腹中胎儿打掉，我可允她进府为侍妾，否则我绝不能看着一个庶子出生，也不可能看着这个王府只有她生的孩子。她若落了胎，我便同意成为宁王妃。殿下，你愿意吗？萧玉涵如遭雷劈般步步后退，不行，这是我唯一的骨肉，你怎么敢？我心中冷笑，盯着他，我为何不敢？你要你的子嗣，我要我苏家的颜面，而且这一切的始作俑者，不都是你纵容的吗？萧玉涵终于低了头，跌坐在地上。定远侯府不是一般的侯府，父兄手中持雄兵几十万，皇后也不敢得罪得狠了。看着萧玉涵的模样，皇后恨铁不成钢地瞪了他几眼，只能在众人的见证下取消了我与他的婚约。定远侯府与宁王取消婚约，而宁王被乳母之女下药绝嗣的事一下子传得沸沸扬扬。皇上大怒，对宁王纵容刘婉犯下这种大错失望至极，将他狠狠训斥了一顿。皇后也拍着案几教训他，你知不知道本宫为你谋得定远侯府这门婚事花了多少心思？结果你居然因为一个乳母之女闹到如今这个局面，我已叫人将你乳母关在皇家的农庄里，等刘婉生下子嗣，本宫自有安排。皇后顿了顿，继续说道，你最好想办法求得苏映雪的原谅。定远侯嫡女，如果你娶不了，她也不能嫁给别人。若另外几位皇子娶了苏映雪，你如今又绝了嗣，刘婉腹中的胎儿是男是女还不知晓，我怕到时候你更难争得储君之位。定远侯府的兵权是每位皇子都想要握在手里的东西，有定远侯府的支持，无疑是得到最强有力的后盾。萧玉涵回到王府，刘婉扑上来说自己是不是害他挨皇上和皇后娘娘骂了，婉儿真是罪该万死。可是我当初只是吃醋，我怕你喜欢上苏家小姐，心里便会忘了我才做了傻事。可我没想到苏映雪这般心狠手辣，居然将酒换给你，她一定是知晓了才换的酒杯，否则怎么会这妖巧？婉儿这么爱殿下，怎么会舍得伤害殿下？萧玉涵的眼里闪过了一丝阴狠。是啊，若不是喝锦酒时被我换了酒杯，她怎么会落到如此下场？他想到了皇后说的话，定远侯嫡女若不能嫁给他，也不能让我嫁给别人。我嫁到哪位勋贵之家，只要不站在他争储的队伍之中，便都是他的敌人。我跟着双亲和兄长回到定远侯府，关上门，父亲便沉着脸说道，映雪与宁王的婚事取消，怕是要起事端，如今太子未定，怕不出几日便会有别的皇子上门提亲。母亲拭着眼泪，我的映雪岂不是要沦为他们争储的工具？娶了映雪，便等于把我们定远侯府绑在争储的大船上。我突然想起上一世父兄战死沙场，宁王还让人做了伪证，诬陷父兄叛国通敌。当时只有骠骑将军顾唐之站了出来，他说不相信苏家父子是通敌卖国之人。最后他历经艰辛找到了证据，洗清了父兄清白，保住了苏家满门忠烈之名。我当时被困在王府不能外出，只有丫鬟告诉我此事，这样的大恩，我只能在那小小破败的侧院朝着边关的方向磕头，谢他护我苏家满门的恩情。想到这里，我抬起头看着父兄，开了口，爹爹，女儿想嫁骠骑将军。父兄愣住了，过了几息功夫，父亲抚掌大笑起来，好，女儿好眼光。顾唐之未曾成亲，我与他有半师之意，而且他手握重兵，哪位皇子也不敢轻易得罪他。你若嫁他倒是极好。兄长像是想起什么来，1年前皇上还未赐婚时，顾唐之还曾问过我妹妹是否已定亲，难不成他当时也想求娶妹妹？父亲一拍桌子，此事已早不宜迟，我马上去顾府。还没等我说话，父亲一阵风一样卷了出去。母亲在后面想提醒父亲什么，
一句话没来得及，父亲人跑的影都没了。母亲跺脚，哪里有女方这么着急上门要嫁人的啊？父亲担心的事情很快便发生了。我与宁王的婚事取消不到2日，二皇子庆王便带了人上门提亲，而随后而来的是宁王。萧玉涵看着庆王冷笑：“庆王兄，映雪是我未过门的妻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庆王大笑一声：“承安，你与苏家的婚事早已取消。”父皇都点了头，满圣经都知道了。俗话说一家有女百家求，我为何来不得？苏家小姐秀外慧中，知书达理，是圣经贵女的典范。你不知珍惜，难不成还不许别人欣赏？萧玉涵嘲讽地看着他。萧玉琛，你这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。难不成你当别人都是傻子不成？你娶苏家嫡女为了什么？谁人不知？映雪是我的未婚妻，成亲那日的事我自会与她解释，解释清楚了，我会重新迎她入府，她只会是我的宁王妃。你还是别做梦了。两人站在院子里就这么吵了起来。正在这时，外面传来喜乐的锣鼓声，一阵喧哗，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议论着又有人上定远侯府提亲，好大手笔，这么多台聘礼，苏家嫡女还真是一家有女百家求。庆王和宁王同时看向门外，只见一个身穿喜庆吉服的官媒走进来，后面跟着一位气宇轩昂的公子。恭喜定远侯，恭喜侯夫人，今日大吉，骠骑将军来向贵府千金提亲呢。庆王和宁王愣住了，后面进来的人是骠骑将军顾唐之，父亲和母亲从后院迎了出来，一脸客气地看着2位王爷，说2位王爷是知晓我们苏家今日有喜事，特来一起喝喜酒的。消息传得可真快，我们2家刚谈定婚事，王爷都知晓了。萧玉涵看着顾唐之，皱了眉头，骠骑将军什么时候和映雪有过交集，居然就上门提亲？顾唐之一笑，宁王殿下，婚姻之事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顾唐之是孤儿，但定远侯与我有办事之意，求娶师傅的女儿是顾唐之的姓氏。苏小姐是个极好的女子，听说如今与王爷的婚事作罢，顾唐之怕被人抢了亲事，恳求师傅将女儿下嫁，得苏小姐首肯，特来提亲。萧玉涵黑了脸，映雪答应了。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会喜欢你？你这样的武夫哪里配得上映雪？我从后面走出来，打断了萧玉涵的话。宁王殿下慎言，我觉得骠骑将军极好，他英勇骁战，保家卫国，在映雪心里是个大英雄。武夫又如何？若没有他这样的武夫，哪里有王爷在圣经这般富贵安逸的日子呢？萧玉涵看着我恍然大悟，映雪，你坚持要与我取消婚约，是不是早就与顾唐之私相授受，私定了终身？难怪连宁王妃的位分都不要，原来早和别的男人勾搭一气，这便是苏家嫡女的教养。我怒极，正要发作，顾唐之上前一步，将我挡在身后。宁王殿下慎言，女子的名声何其重要，不是每个人都和刘婉儿一样喜欢勾搭男人，婚前失贞，珠胎暗结。你喜欢那样水性杨花的乳母之女，可我的未婚妻是大家闺秀，我绝不允许旁人随意污蔑她，否则休怪我不客气。就算是王爷，也断然没有随意诋毁女儿家清誉的，我便是告到陛下跟前也有话说。萧玉涵上前一步，脸色阴沉，是吗？那就看父皇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吧。正在此时，门外传来一阵喧哗，圣旨到。萧玉涵脸露喜色，一定是母后求了父皇再次为我和映雪赐婚。映雪，我说过你只能是我的王妃，我不会让你嫁给别人的。内侍拿着明黄色的圣旨走进来，一脸喜色宣读圣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，定远侯嫡女苏映雪秀外慧中，知书达理，特赐于骠骑将军顾唐之为妻，则即日完婚，成亲后封2品诰命夫人。今此，我和顾唐之跪在前面领旨谢恩。萧玉涵大叫起来，不可能，父皇怎么可能会把你赐婚给顾唐之？他明知我要娶你为妃的。可是没有人理会他，而庆王倒是无所谓，反正赐婚给顾唐之总比赐婚给宁王好。他笑着说，骠骑将军战功赫赫，这倒是一门好亲事，到时候也上门讨杯喜酒喝。然后看着萧玉涵嘲讽道，你和苏小姐到底是没有缘分，但是也该大度些。听说新娶进门的那个宁王妃是乳母之女，还有了身孕，真是好福气。乳母之女，宁王妃，一字一句都像在打他的巴掌。他绝嗣之事满圣经皆知，如今由旁人嘲讽地道出，更是赤裸裸的讽刺。庆王犹嫌不够，火上浇油，只是不知宁王妃这一胎是男是女啊。说完大笑而去。若刘婉这一胎是女儿，宁王的前程也是尽断了。若刘婉这一胎是女儿，宁王的前程也是尽断了。我用了父亲的暗卫盯着宁王府，听说刘婉和她的母亲正悄悄在找差不多时间怀孕的孕妇，以找寻孩子乳母为名，要接近王府里，只等孩子出生便可以由乳母喂养。我和父兄顾唐之一起谈起过此事，恐怕不止这么简单。我怕他们是想偷龙转凤，狸猫换太子。是的，若刘婉生下的是女儿，那很有可能接近府里做乳母的产妇生下的是儿子的话，这就很难说了。顾唐之沉思一下，我派人盯紧宁王府，
如果他真的敢做这种混淆皇室血脉的事，那可就有意思了。宁王可是皇后嫡子，比谁都有可能坐上太子之位。如果他生下的是女儿，那这储君之位就再无希望了。他们绝不可能让他有机会做成此事。圣经里风云变幻，到了刘婉发动那日，养在宁王府的几位乳母也被人灌下了催产药，提前发动生产。在痛了1天1夜后，刘婉终于生下孩子。她顾不得气虚弱，忙支撑起身子询问是儿是女。她的母亲低声道是个女儿。萧玉涵咣一声踢了门进来，没用的东西，居然生下一个女儿！贱人，我被你害苦了，给我下了绝子药，如今又生下女儿，我要杀了你！刘婉扑通一声滚下床，跪在地上，殿下，求你别杀婉儿有法子，我提前将乳母养在王府，昨日都喝下了催产药，想必都生下了孩子。如今谁也不知我生的是儿是女，只需将产子的乳母孩子换过来，那宁王府生下的便只是儿子。殿下，只此天知地知，绝不会再有别人知晓此事，到时候只需1碗毒药赐给乳母便是了。萧玉涵愣了一下，突然醒悟过来，这不失为一条好的法子。来人，去看哪个乳母生下的是儿子，抱过来。很快，一个男婴被抱了过来。萧玉涵抱过孩子，轻笑了一下，转身将床上的女婴抱起，捂住口鼻。不过一息功夫，女婴便没有了气息，将她抱到乳母那里，赐乳母1碗毒药，对外说难产致死，明日赏一口棺材埋出去便是了。宁王喜得贵子，第2天消息传入宫中，皇后大喜，说好好，我儿有后了，如今要好好给她选一个正妃，如此一来把孩子记在王妃名下，也名正言顺。刘婉儿原以为母凭子贵，而宁王也不能再生养，那宁王正妃必是他囊中之物，谁知皇后却宣布为宁王选妃，她仍是王府一个侍妾，连侧妃之位都轮不上。她哭闹着质问萧玉涵为什么，如今她为他生下子嗣，为何她要娶别人？萧玉涵不耐烦地说，若不是她为何会落到如此境地？宁王妃之位她也配，若旁人知道她的正妃是乳母之女，她的脸往哪放？王妃要有高贵的出身，有强势的母家扶持，你有什么？刘婉不可置信地看着他，什么？你明明说过你不在乎这些，你说过你只爱我一人，会给我王妃之位的。萧玉涵扯开被他拉着的袖子，冷冷道，此一时彼一时，婉儿，你听话一些，等王妃入了府，你若再像以前那般任性，我也护不了你。只要你听话，你还是孩子的生母，王府也不会少了你的吃穿。萧玉涵转身离去，留下刘婉一人站在原地，泪流满面。宁王的孩子是皇上的长孙，在百日宴时，皇上和皇后亲自为孩子主持了百日宴。皇后娘娘为了双喜临门，选中了户部尚书的嫡女程锦瑜为宁王妃，册封的旨意在百日宴上宣读。刘婉脸色发白，程锦瑜随母亲进宫赴宴，领旨谢恩后，一脸娇俏地看着宁王说道，殿下，柳侍妾刚为王爷生下子嗣，想必身子还虚。我们府上有一座庄子，里面有温泉，很是养生，不如让柳侍妾过去养上一段时日，等回来后更能为王爷开枝散叶。一番鬼话连篇，什么为王爷开枝散叶，不过是将他远远地打发走了。离开王府，什么时候能回来，就要看他这个王妃的意思了。刘婉求助般看着萧玉涵，殿下，我不能离开你和孩子，我不去庄子上。萧玉涵冷着心肠道，婉儿，这是王妃的意思，你且去住一段时日，等身子养好了再回来。孩子交给王妃，她会是如亲生子，你不必担心。程锦瑜嘴角含着笑，看着刘婉，柳侍妾，你放心，我入王府后，孩子会记在我的名下，是我的亲生子一般，我会好好疼他的，你安心去吧。刘婉脸上的血色褪尽，她从小与王爷一块在王府长大，什么没见过，这不过是高门中去母瘤子的伎俩。萧玉涵知道，但是他毫不怜惜，一口便应了。这便是他以为会与他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男人。为了权势，他不过是一枚随时可弃的弃子罢了。他尖叫起来，殿下，王妃这是要去母瘤子，她是要害我。你不看我们往日情分，也看在我为你生下儿子的份上，殿下，你忘了我们的儿子吗？语气中带着他们才知晓的内情。萧玉涵眼睛一凝，刘婉儿居然用换儿子的秘密来威胁他，放肆，还不捂了嘴拖下去？孩子百日宴，胡闹什么？刘婉儿拼命挣扎着，话还没说完，已被捂了嘴要拖下去。庆王站了出来，放开他。柳侍妾一看便有话要说，这是我们宁王府的家事。庆王冷笑，我看未必吧。庆王的人把压着刘婉的人一把推开，刘婉跪了下来，眼里满是失望和恨意。皇上，这个孩子不是我生的，我生的是个女婴，被宁王活活捂死了。这个男婴是乳母所生。他话音一落，全场一片安静，在场宾客议论纷纷，说宁王居然杀死自己的亲生女儿，这是生下是女儿，所以狸猫换太子，好狠的心啊！自己的女儿都能下手杀了。萧玉涵一脚踹在刘婉的心窝上，贱人，你敢害我？这孩子是我的亲生骨肉。庆王伸手拦住，宁王何须动怒？是不是亲生骨肉？滴血验亲便知晓了。萧玉涵步步后退，我为何要验？此事关乎皇族血脉。皇上开了口，承安，为了以证清白，验又何妨？来人，端清水来，给宁王和孩子滴血验亲。皇后几乎瘫软在椅子上，萧玉涵已跪倒在地，请父皇开恩，
而臣不是有心欺瞒父皇，这都是刘婉儿的主意，是他让我这么做的。他把责任推了一干二净，全说是刘婉儿的错。可无论他说什么，狸猫换太子一事已成定局，宁王彻底失了圣心。皇上失望地看着他，宁王绝嗣，德性有亏，居然想混淆皇族血脉，其心可诛，将他囚禁于王府，无诏不得出。柳氏谋害皇嗣，立即斩杀。当初留他一命是因为他身怀子嗣，如今孩子生下来又被害死，他再无用处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刘婉儿双眼一翻，晕死过去，被押至天牢，择日处斩。而宁王彻底的败了，一个绝嗣的王爷失了圣心，又被囚禁，再也没有翻身的可能了。对于庆王为何出现的这般巧合，顾唐之说，我派人把宁王偷龙转凤之事传到几位皇子耳朵里去，他们怕是比任何人都想拿出宁王的把柄，所以庆王关键时候跳出来，给了宁王致命一击，宁王彻底成了废人。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，上一世的噩梦终于过去了，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害怕。如今我有父兄，有母亲，还有一个要护我一生一世的未婚夫。我与顾唐之大婚当日，他牵了我的手上花轿，他的手大而有力，紧握着我，低声说道：映雪，别害怕，有我护着你。我在红盖头下微笑，我不怕。我坐进了花轿，听着外面的喜乐声，一声起轿，将我稳稳抬起，走向我花团锦簇的未来。